喝点东西放松一下，结果无意中撞见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也让我对最近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个冷门爆点有了特别真实的触感到。大家最近看没看微信指数的榜单？华语歌手前10里，周深居然悄无声息地挤进去了。真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稍微愣了一下。因为这段时间，他既没有买什么铺天盖地的热搜，也没有参与粉圈那种轰轰烈烈的数据大战，甚至连个像样的话题炒作都没有，安静的就像个边缘人。那他是靠什么冲上去的？答案其实特别接地气，甚至有点让人心里一暖，是靠小城市 KTV 里那一张张带着体温的真实点唱单。那天在 KTV 隔壁包厢门没关严，我偶然瞥见里面几个大叔阿姨正拿着话筒，特别较劲地唱着大鱼。那嗓音里带着点岁月的沧桑，甚至还有点跑调，但那种投入的劲头真的让人动容。连给我们送果盘的服务员小哥都忍不住吐槽，说最近点周深歌的单子在后台都快堆成小山了，尤其是周末，大叔大妈们组团来唱，几乎必点，有时候还得排队等麦。你想想看，这种带着浓浓烟火气的真实热度，和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种热闹，完全是两码事。这就不得不提现在娱乐圈一个挺魔幻的现象了。你去看看那些所谓的顶流，微博上的转发动辄就是100万、1000万级别，评论区控评控的严严实实，看起来简直是火得一塌糊涂，天下无敌。可是呢，一旦脱离了粉丝的信息茧房，你拿微信去搜一搜他们的名字，看看微信搜索指数，好家伙，很多时候连前20名都挤不进去，在20名开外徘徊都算好的了。这种线上热度与真实大众搜索之间的巨大错位，其实挺讽刺的。它就像是一层华丽的窗户纸，看着光鲜，一捅就破。据说这种反差，直接让不少专门做数据分析的同行陷入了短暂的蒙圈与沉默。大家看着后台那漂亮的吓人的微博数据，再看看惨淡的微信指数，一时间都不知道该信哪个了。说白了，粉丝在超话里熬夜打榜做出来的繁荣，和老百姓在微信里主动搜索的关注，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周深这次能杀进前10，其实就是用最笨、最真实的方式，给这个虚假的流量泡沫上了一课。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去翻翻腾讯音乐榜过去5年的数据，你就会发现，周深今天的国民度，绝对不是靠哪一次突然的爆发，而是长年累月、一点一滴沉淀下来的结果。就拿花开忘忧来说吧，这首歌连续4年稳居热度榜单。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但你仔细回想一下，在很多县城的理发店里，在街角的早餐铺子里，甚至在公园的广场舞音响里，这首歌是不是早就成了背景音？它就像空气一样，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成了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微信指数团队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3、4线城市里，中老年用户竟然贡献了大约37%的搜索量。这已经不能单纯用流量这个词来概括了，这更像是一种被时间慢慢刻进生活习惯里的记忆。大家可能不知道周深上了什么综艺，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八卦，但他们就是觉得这首歌好听，听着心里踏实，听着能想起自己的日子。更有意思的是 KTV 点唱榜上的数据，有平台统计过，周深歌曲在 KTV 的平均存活时间超过了18个月。18个月啊，在如今这个快餐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你反观同期那些所谓顶流发的新歌，刚发的时候粉丝冲一冲，能挂榜1、2个月，但往往3个月左右就迅速沉底，再也无人问津了。所谓流量泡沫，在时间这个最公平的裁判面前，真的显得格外脆弱，也格外真实。而周深的歌就像老火靓汤，熬得越久，味道越醇厚。当然，说到现在的华语乐坛，除了周深，张杰和蔡徐坤的数据表现也咬得非常紧。但如果我们仔细拆解一下他们背后的路径，就会发现大家走的完全是不同的道。先说张杰，他这次能稳坐钓鱼台，靠的是巡演市场里实打实的硬通货。现在的演出市场有多卷，大家都知道，但张杰的演唱会票房就是能打得这么漂亮。像重庆体育场那种热门场次，一开售就秒空，2级市场里的黄牛票甚至被炒出了天价，溢价飞起。还有苏州站，更是一票难求，很多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哀嚎求票，线下号召力极其稳定。张杰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怎么依赖线上的虚火，而是靠着一场场演唱会，用现场的 live 实力，把观众死死地留在座位上。这种硬桥硬马的生存方式，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环境里，显得特别扎实。他的基本盘是那些真金白银买票进场的观众，是实打实的票房数字，这可比什么微博转赞评有说服力多了。再看看蔡徐坤，他的玩法又完全不同了。
它主要依靠的是 Deadman Jasmine 这些热单，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快速的裂变传播。蔡徐坤的核心受众非常年轻，尤其是00后群体，他们是推动这些数据的主力军。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节奏极快，一个卡点视频，一个舞蹈挑战，就能在几天内扩散到全网。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爆发力强，扩散面广，能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巨大的声量，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胃口。客观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互联网玩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基于短视频的快消模式，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当下一个热点出现时，注意力就会被迅速转移，把这3个人放在一起看，其实挺能说明问题的。某音乐平台的负责人私下里跟我聊起过，他说现在评估一个歌手，早就不是看单点爆发了，而是比全场景的存活能力。什么叫全场景？就是周深这种，他的歌既能出现在高端的演唱会现场，也能在县城的广场舞大妈的音响里循环，既能被年轻人喜欢，也能让中老年人跟着哼唱。他打通了所有的圈层和场景。而有些歌手可能还困在粉丝圈层的数据里打转，出了新歌，粉丝疯狂打榜，数据好看，但出了粉丝圈，路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有一组数据特别能说明问题。微信指数显示，周深在35岁以上用户群体中的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210%， 而部分竞品歌手在同一时期反而出现了大约 15% 的下滑。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大众盘正在向那些有真实作品能引发共鸣的歌手倾斜。也正因为这种明显的差异，有位资深乐评人干脆直言不讳的总结，流量时代看似还在运转，但底层的规则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靠砸钱买热搜，靠粉丝刷数据做表面热度的套路越来越行不通了。真正靠作品留下来的声音正在重新占据时间的主场。而那些仍然沉迷于数据游戏，试图用泡沫掩盖实力的团队，或许真的该停下来，重新思考一下方向了。其实说到底，音乐这个东西，归根结底是给人听的，不是给机器刷的。当我们在小城的 KTV 里，听到大叔阿姨们用略带沧桑的嗓音认真唱着大鱼的时候，当我们在理发店里，一边剪头发，一边不知不觉跟着花开忘忧哼唱的时候，那种真实的感动，是任何千万级别的转发量都换不来的。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而像周深、张杰这样把根扎在泥土里，用作品和时间去打磨自己的歌手，无论规则怎么变，他们都能稳稳地站在舞台中央。这大概就是音乐最本真的样子吧，不喧哗，自有声。